苏州河这条古称吴淞江的河流流经上海市区，在上海的外摆渡桥东侧汇入黄浦江。黄浦江呢奔腾而下，裹挟着苏州河水，最终并入东海，连接起城市与无垠的大海。浪奔浪流的黄浦江畔树立起十里洋场的第一立面，勾勒出了上海的繁华。那么你知道吗？早在唐朝时期上海就有东方明珠和外滩了。它在哪里呢？就在这里，这座黑乎乎的塔，它叫青龙塔，它正是唐朝的东方明珠。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唐朝的外滩了。早在1200年前，这里也曾经是上海的门户。虽然它远在上海市区几十公里外的青浦县青龙镇上，黑子们可能要跳出来说你就瞎吹吧。那么我大老远跑来青浦不是来和脑残对峙的，而是坚信身体力行一定能够战胜躲在床下听床。在圣三一教堂的那期节目中，我们有提到过，教堂的钟楼曾经一度成为了外国船只来上海的唯一航运标识。当人们看到不远处高耸的教堂钟楼的时候，都会欢呼上海到了。而这块现在只有凛冽寒风吹拂过的孤独土地，也曾是多少冒险家们趋之若鹜的乐土。当时海内外的商船它靠近这里的时候，就看到这座黑乎乎的灯塔，他们也会哇的一声说，看，青龙镇到了。是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明确的上海，所以青龙镇到了这句话就意味着到上海了。1000多年前的青龙镇就极致繁华，像极了现在的上海，有城市，有港口，还濒临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这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它也成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在青浦博物馆就展现了这样一幅青龙港当年的场景。在上海镇兴起以前，青龙镇支撑和主导了几百年的上海丝路贸易活动。晚唐以来，它一直就是长江流域对外交往的重要港口和国际贸易集散中心。不仅镇上有外国侨商居住，还有通往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直发航线。来自江浙福建甚至更远地区的瓷器、丝绸、茶叶、书籍乃至粮食等，都从这里运往日本、朝鲜还有阿拉伯半岛。而从海外运来的货物也在青龙镇中转和集散，商贾云集，州牌制比，青龙镇控江连海，一派生机盎然。月有巨镇，其名青龙，佛阁为天下之雄，龙舟为天下之盛，莺歌燕舞，琴声悠扬。在南宋文人应希的《青龙赋》中，一幅东方巨镇的景象缓缓展开。这些并非自我文化意淫，而是来源于在这里的一次考古，为青龙镇的国际港口地位提供了佐证，也为长期以来困扰学界的唐宋某些外销产品的输出路线问题找到了突破口。在2010年至2016年的青龙镇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来自福建、浙江、江西等窑口的原始瓷窑，达到6000余件。在这数十万篇的碎瓷中，其中大量的福建窑口的瓷器与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发现的瓷器组合十分相近，这就说明了当时许多瓷器产品正是通过青龙镇转口贸易后销往了日本和高丽。就在青龙塔北面不远处，考古人员意外挖掘出一个遗址，这就是龙平寺塔。龙平寺塔的挖掘可以说是中国考古新10大发现之一。龙平寺塔始建于北宋，这座塔在万历年间已经被毁，但在地基下竟然发现了地宫的入口。这个疑似地宫的建筑位于十字木梁相交处的镇下，地宫呢似佛塔造型，底部有束腰的须弥座。经过16小时一层层揭开复式砖后，龙平寺塔地宫正式开启了。在地宫中呢，置有一个5重的套函，分别是石函、木函、铁函、鎏金木函和银函，这完全符合佛教仪轨。首先，石函内呢有万枚铜钱铺路，当中还放有一个木函，木函的两侧各有金和银的阿育王塔一座。木函内呢还装有像银筷子、银勺子、银叉、银龟、铜镜等一批贡品。木函内除了这些贡品外，还有一个铁函，打开来上面铺满了释迦摩尼水晶佛珠。在水晶佛珠的下方是一尊鎏金的木函，里面套着一尊银函。银函底部铺有一层彩色的宝石，宝石上呢放了一尊木贴金的释迦摩尼涅盘佛像。
如此做工精细且保存完好的涅盘像的确并不常见。在银函的末端有一个铜瓶，瓶内供奉着4颗圆珠，其中3颗为水晶质地，它们应该就是佛教圣物舍利子了。有分析称，这3颗水晶球或是叫做银骨舍利，也可以叫做隐身舍利，并不是高僧大德圆寂后留下的，而是根据真的舍利子用其他材质的东西仿制而成。佛教认为银骨舍利与真身舍利具有同等的加持和功德。除了破碎的瓷器和消失的塔基，青龙镇的盛世还隐藏在了河埠头的遗迹里。青龙镇遗址内的河埠头埋在留存的河道里，可以长达12米，纵横交错的木板平铺而成，木板下方有木桩支撑，他们曾见证了1000年前的过客们。埠头如今只剩下了残构，奔腾的青龙江旧河道与历史上的规模和功能也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要不是因为青龙江所属的吴淞江，也就是今天的苏州河的河道淤塞，导致后来航道越来越窄，也就不会疏松其支流黄浦江，那么今天的上海滩也不可能存在了。而青龙塔则很可能承担着现在东方明珠的角色。始建于唐朝长庆年间的青龙塔是上海目前最古老的塔，它经历了宋朝的重建、明朝的重修，之后呢就在寒风中孤独矗立至今。看它不同层次的灰黑色，尽显了历史的沧桑。当时人们为了祈求家人出海平安，特地修建了此塔，作为青龙港的重要航行标志。1000年的日晒雨淋、风霜洗礼、浴血战火，它也成为了上海的比萨斜塔。据说它的塔身已经倾斜了2度左右。现在的青龙塔残高仅30米，当年据说也是高耸入云。作为一座7级佛塔，它有8个切面，砖木结构，木质的塔檐和塔外的木质楼梯呢，全部被侵蚀了。现如今只留下了宋代遗留下来的塔身，所以非常光滑。原来它的顶部还有一个铜葫芦，上面刻有明崇祯17年的字样，后来在1956年被强台风吹倒在地。铜葫芦呢，被保存在了青浦博物馆内。这座塔呢，现在不对个人开放，但是通过照片可以看到它的内部结构。内部呢呈45度的转层，每一层都是以转45度角的方式堆叠在下一层之上，它呈八边形结构，而八边形就是宋代美学的审美标准。其实之前考古队挖掘出的龙平寺塔遗址，在当时的规划上就是和青龙塔形成南北呼应的格局。而青龙塔还有一个和龙平寺塔成双成对的曾用名，就叫龙福寺塔。在龙福寺塔，也就是现在青龙塔旁边有一座庙宇，这就是龙福寺本寺了。和青龙塔一样，都是始建于唐朝，不过现在它改名为了青龙古寺。它的生命力相当顽强，一直坚持到了明末清初才毁于兵险。后来在清康熙6年，也就是1667年完成重建，但又再次毁于火灾。直到道光12年，也就是1832年，完成了最终的修复。据说当时它有5000多间房间，堪称天下之雄。作为上海唯一接待过皇帝的寺庙，康熙大帝就是在1715年南巡的时候慕名来到青龙寺拜访的，还为他御笔亲题了金岩兽像的匾额，赐了水晶观音像一尊，荷花渐进扇一把，杏黄色袈裟一袭，为镇寺3宝。可见青龙寺在古时的辉煌程度，恐怕是如今上海任何一座寺庙都无法比拟的。但这些宝物已经不知去向了。这座庙宇后来又经过僧人几次重建，又几次遭遇战火洗礼，彻底消失了。关于这座庙宇的记忆，连同它的大部分建筑，就在上海地区逐渐湮灭了，直到近20-30年才得以艰难重建。龙福寺虽然消失了，但是青龙寺在遗址上得到了重生。走进山门以后，右手边是一座座可爱的小佛像。庙宇呢呈一字排开3进室，第一进是天王殿，再往里是第2进大雄宝殿，第3进呢是万佛殿。左右各有一座钟楼和鼓楼，属于标准配置。虽然大部分建筑一眼看上去就是新建的，但是这钟楼和鼓楼我觉得部分应该是以前的残构。我们看2楼歇山顶屋脊上，它有龙形吻兽，还有士兵脊兽，异常的精致生动。
全寺的佛像，包括菩萨、罗汉、天神啊，全部都是用洁白晶莹的美玉金工雕制而成，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有的甚至还用金箔来装饰，且全部安坐在雕花红木上，与巨幅玻璃制成的华贵佛龛内，材质之优良，工程之浩荡，令人叹为观止。据考证啊，全殿都为玉佛的仅有青龙寺一家，所以啊，它也有全国第一的美称。在大雄宝殿前有一块碑刻，这一块上面写的就是重新青龙伏龙寺碑记，碑高过2米，是康熙6年历石碑的，记述的正是顺治和康熙年间2位禅师重建青龙寺的经过。走进大雄宝殿，佛座上的如来佛啊都是白玉雕琢，两旁啊还有18罗汉，全部披着金黄色的袈裟。那么在寺院里，只要是石砖部分啊，基本上都雕刻着青龙，所以和青龙阵也是相呼应的。大雄宝殿的后殿供奉着海岛观音，它上方的匾额刻画了9条立体的金龙腾云驾雾，真的是金光璀璨，异常夺目。在万佛殿的正殿前，最有特色的就是这幅巨幅石雕，它啊就是腾龙祥云。万佛殿的殿堂里供奉着5尊高3.6米的玉雕如来，每尊都重达28吨。四周呢是各家供奉的释迦牟尼佛像，密密麻麻的，共有1万尊，所以啊称为万佛殿。那据说这里啊是他们的斋堂，5块钱啊就可以吃3菜1汤，有兴趣的朋友来的时候不妨试一下。那万佛殿啊，除了地上部分，还有就是这个地下宫殿，这是我绕到后面之后才偶然发现的。这个地下宫殿啊，又称卧佛殿，原本是青龙古寺旧三圣殿的遗址。1993年寺院重建的时候啊，稍作修缮，作为僧人诵经之用。然后啊，2008年非常可惜的是，这唯一的一个遗址啊，受到了风雪灾害，导致了主体坍塌，所以殿堂全部都被毁掉了，仅剩残垣断壁。后来啊，经4众弟子共同发心，原址上就重建了这个万佛殿。这座卧佛啊是缅甸玉卧佛，它高5.6米，重达120吨。走出地宫，后方就是光云长老的舍利塔。光云长老就是那位当年负责主持修复这里千年寺庙的高僧，他在这里扎根了整整20多年。我们现在看到前方的天空异常低，一个人站在这里，仿佛随时就能看到青龙从前方升起。现在异常孤冷的青龙寺，当年可是香火不断，不仅国内的香客络绎不绝，还有从高丽而来的货商经过海关安检以后来到龙福寺祈福的，他们希望啊能够在大宋的教义顺顺利利。隋唐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就开始向东南倾斜，江南文化才得以发展，以至于明清的时候就形成了以长三角为核心区域的江南文化。从唐朝到18世纪的清朝年间，这里都一直声名远扬。而随着中世纪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潮汐输入让泥沙在河床大量淤积，这就导致了青龙港啊被来自海域的泥沙快速淤解。然而背后还有一个隐藏的大原因，这是外界不所为道的，就是农民啊在这里大量种植农作物。其实从南宋以后，由于从大江大海载商品而来的贸易船只越来越难抵达青龙港，于是啊就改到了稍下游的上海浦区了。
渐渐的，就在距今大约1000年时，青龙镇便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所以再优越的地理环境，再繁华的城市，如果疏于管理，终究会被时代淘汰。成功是偶然，衰败是必然。青龙镇的没落绝非个例。即使后来新开了入海口黄浦江，如果缺乏整治，那么上海的繁华也只可能存在于未来的教科书，一个古镇而已。其实被国人认为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一共有12款19个附件，其中第11款第2条就规定设立黄浦河道局，经营整理改善黄浦江河道，并且在附件第17款中对机构设置、人员、经费都做出了具体说明。